你記住，屋企有4樣嘢，冇借俾呀，借俾呀就會冚家富貴噶啦。邊4樣嘢啊？聽住啦，第一樣，個個屋企都有，好多人都有個 BB 床，冇借俾呀。BB 床即係新生兒用嘅嬰兒床，喺古時候叫座床，好多家庭都會有嘅吓。咁但係等到細佬哥大個咗之後，呢一張床可能就會抌埋一邊唔用噶啦。呢個時候難免會有人嚟問借床，咁換轉係你借唔借好呢吓？如果發生喺古時候，一般古人係唔會借，會婉拒嘅。咁點解呢？事關古人認為呢一張座床代表嘅係自己嘅香火。古代嘅座床亦都預示住多子多福嘅好意頭。若然將自己嘅座床都借咗出去嘅話，即係將自己嘅香火借咗出去，好有可能會旺自己嘅子孫咁話。所以古人要保存好呢一張座床，等同於保存好自家嘅香火，唔可以飄去到其他家。呢一個其實都好容易理解，相當於有啲家庭係咪仲保存緊、仲保留緊自己仔女用過嘅孭帶，一般都唔會用出去嘅。對於老一輩嚟講，就係香火嘅傳承、傳宗接代咁解。咁古人唔借座床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。咁事關古時候好多床啊、凳啊、椅啊都係自己整嘅，有用藤整，有用木整，有用竹整。咁閒置得太耐，放得太耐，有可能俾蟲蛀爛嘅，亦都有可能已經唔牢固啦。若然借咗出去，因為質量嘅問題傷到人哋嘅瓷固定金菠蘿嘅話，咁樣就變成好心做壞事啦。所以古人認為座床不能借。咁你又同唔同意呢？你又點樣處理自己閒置嗰張 BB 床嘅呢？留言分享下。第二樣，藥煲冇借俾呀，借俾呀就冇攞法。相信每個家庭都有藥煲，得閒煲下涼茶或者執兩劑補補身，係咪？尤其喺古代，呢個藥煲就係家庭嘅必需品。咁因為喺古時候醫學唔係咁發達，又冇西醫，老百姓都好驚有啲咩病，一有起病上嚟咧，就會日日都煲藥啦。所以喺某種程度上，藥煲就係疾病嘅代名詞。咁古人認為將藥煲外借再還翻嚟嘅話，就有送災禍嘅意思。呢一下古人就唔係咁中意啦。咁再加上藥性係唔同嘅，藥煲以前煲過啲咩藥材都唔知，肯定有啲殘留嘅成分喺度。咁萬一借咗出去之後，藥物發生相生相克嘅反應，咁樣就唔係咁好啦。借嘅人又擔心，俾借嘅人又擔心，所以出於安全嘅着想，為咗避免孭黑鑊，呢啲咁專用嘅私人物品都係咪鬼借啦。咁你又認唔認同呢？你有冇問人借過煲呢樣嘢呢？咁第三樣又係乜嘢啊？拐杖又冇借俾呀。有冇人會將閒置嘅拐杖借出去呢？我諗都應該好少，係咪？因為拐杖係好私人嘅物品，係老人或者係行動不便嘅人嘅專用物品。咁喺古代，呢個拐杖相當於一個老人嘅老年證，代表嘅係尊嚴。咁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，喺古時候漢明帝在位期間，曾經主持過一次祭祀壽星嘅儀式，請嚟嘅都係一啲年滿70歲嘅老人，無論係平民百姓又好，或者係達官貴人都好，只要係年滿70歲嘅都可以參加呢一次盛宴。咁你知啦，喺古時候年滿70歲係好少見，係好難得嘅。盛宴結束之後，皇帝仲送一啲酒肉穀米，仲有一副做工精美嘅拐杖俾呢啲70歲嘅老人啦。呢一個拐杖亦即係後人講嘅黃杖，又或者叫做鳩杖。呢兩個字普通話讀招章，粵語讀鳩杖。九字加個鳥字，普通話讀招，粵語可以讀鳩，亦都可以讀鳩，意思即係指一種好似斑鳩咁樣嘅鳥。咁點解會叫做鳩杖呢？事關呢一把手杖嘅頂端整成斑鳩鳥嘅形狀。咁聽講歷經1700年之後，呢個斑鳩嘅雕像仍然係咁新淨。可想而知，古時候呢一把手杖嘅做工係幾咁精美。所以一副拐杖係代表咗對老人嘅尊敬，亦都係長壽好運嘅象徵。咁點可以將自己長壽借出去啦？係咪？再講啦，咁用得拐杖嘅，除咗係老人之外，仲有可能係發生過災禍或者係有疾病嘅人。一旦借咗出去，就會傳遞一啲唔好嘅嘢啦。咁再加上其實借得拐杖嘅，有可能係已經冇人再用，亦都有可能呢個老人已經唔喺度啦。其實對雙方都唔係咁好嘅。咁出於種種嘅原因，都係唔好借拐杖啦。咁第4樣又係乜嘢啊？康豬個刀就冇借俾呀，借俾呀就弊鳩噶啦。
劏豬嘅刀，亦即係朱玉榮嗰把刀啦。嗱，劏豬喺舊陣時係好常見嘅職業嚟嘅，但係點解朱玉榮嗰把刀又唔借得呢？事關劏豬嘅刀平時都係用嚟劏豬噶嘛，咁係見證咗好多血腥嘅，亦都係一個唔老禮嘅象徵。咁一旦借咗出去咯，亦都會帶嚟一啲唔好嘅嘢啦。咁另一方面，用刀嘅人有可能係一位廚師做美食俾人，但係亦都有可能佢係一把兇器。咁若然借呢把刀嘅人用呢把刀去做一啲傷天害理嘅事，你又係呢把刀嘅主人，到時真係跳落黃河都洗唔清啊！咁再加上劏豬刀係朱玉榮嘅揾食架撐嚟噶嘛，將自己嘅架撐隨便咁借咗俾人，咪真係等於斷自己米路。所以喺古時候，劏豬刀一般都唔會外借。咁當然啦，依家生活條件好咗，正話古人講嘅4樣嘢，一般都唔使借噶啦。咁依家通常借咩呢？現實啲，借錢，又或者係借部車開下，又或者你要間吉屋，借間屋嚟住下等等嘅嘢。咁你又點睇古人正話講嘅4樣嘢不能借呢？你覺得喺生活上仲有邊啲嘢係唔可以隨便借？借咗嘅話就會連累屋企嘅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